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给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资料健康之道的第7章的第一部分。那第7章的标题是与健康有关的童年状况以及给父母的建议。那这一章呢，主要是讲我们在童年时期跟健康有关的这些信念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我们在童年时期跟健康有关的这个生病的原因是什么，以及父母应该怎么来对待这些问题。好了，这一节是从1984年5月13日开始的，是星期天下午3点10分。在卡拉的帮助下，珍昨天晚上打电话来，今天很暖和。当我开车到330房间的时候，大约是华氏63度，并且还下了雨。再后来，在下雨的下午雨势还非常大。我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工作上没有什么进度，那就进展缓慢，并且明天可能也做不了什么。如果天气不错，我必须要去剪草。我也想画些画，但在此时似乎不可能。珍自己读了昨天的课，我也帮助他。他对自己写的注他对我自己写的注没说什么。他午餐和晚餐都吃得不好，而今天早上他的确要求服用一种药叫 Davocent 来缓解他的不舒服。当我今天抵达330房间时，他已经仰躺着了，是乔治亚把他放在那儿的，并且今天早上也替珍洗了头发，很好看。然后赛斯就来了，他说：“我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赛斯午安。然后下面就是关于这本书的口授。赛斯说，我们将开始第7章，名字叫做与健康有关的童年状况以及父母的建议以及给父母的建议。下面就是他的这个正文部分。在停顿良久之后，赛斯说，对成人而言，健康和疾病的概念与哲学的、宗教的和社会的信念是密切相连的这是密切相连的。也就是你对健康和疾病的这种观念和你对哲学、宗教、社会的信念是相连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受这些社会的集体信念的影响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集体社会里头，一定会或多或少受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影响这个已经不是集体潜意识，这是集体的显意识就是你对宗教怎么看，你对哲学怎么看，你对社会的这些观念都会影响到你对健康和疾病的概念。也就是说，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信念，其实都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一定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他接着说，他们指的是你对健康和疾病的这种概念这些概念甚至更与科学观念以及科学一般对生命的看法纠缠在一起不仅跟哲学、宗教、社会有关，还跟科学有关不过儿童是远较天真的儿童不会受这个影响，是开放而充满好奇的。他们也被赋予了一个几乎令他们吃惊的弹性和活力他们被赋予了这样的一个弹性和活力。也就是说，儿童不怎么受我们成人的这些社会的集体意识的影响，儿童也不怎么受科学对于生命和健康的这种看法的影响。儿童在这个健康和疾病这领域上，他受的影响较少。所以他说他是吃惊的弹性和活力。他们拥有身体及其部分及其所有部分一个与生俱来的爱，这是很核心的。他们拥有对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所有部分一个与生俱来的爱
这种爱不是像人类成年以后经常表达的，比如说我爱我的身体啊，我爱我的腿啊，我爱我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啊。儿童不会这样表达，儿童不表达，但是儿童是真爱。我们很多成年人愿意用诗一般的语言，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身体的爱，但是其实有时是这种表达恰恰说明了他对身体没有了爱之后需要用语言来强化的，而小孩不需要，天生就有。他们也感觉到一个热切的欲望什么欲望？要去学有关自己肉体觉受与能力他们有一种欲望，想去学自己身体还能感受到什么，身体还能体验到什么，还能尝到什么样的味道。小孩有个特点，什么样的东西他都想尝试，放在嘴里试一下。当然后来随着大人的制止和他大人说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不好，他以后会越来越少，甚至还出现偏食，偏向某一种食物的特征。但是从最开始，小孩是什么都想往嘴里放，往嘴里尝的。因为对一个婴儿期或者儿童期的孩子来说嘴巴是他认知这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因为那时候他走不了太远，甚至还不能走路，他接触到的世界和环境都非常的有限，而嘴巴是这个嘴去吃和尝和感受是它的一个主要功能，所以他不断的去拓展和尝试所以说我们大人经常会受不了，说你什么都往嘴里放这个孩子怎么什么都往嘴里放？是的他是什么都往嘴里放的，即所有能学到的一切所有能学到的一切他都去试这里头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好玩的。他对身体的所有的部分都在探索都在探索。同时年轻的儿童尤其仍保有一种与宇宙与所有生命合一的感觉他们天生还保持着和宇宙和所有其他生命的合一的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到成年慢慢就减少了，但是儿童会保有会保持一段时间。纵使他们开始在某个层面上将自己与生命的整体分开他们在有些层面上是把自己和生命的整体分开的，而去从愉快的任务时就是当他们做一些好玩的事情游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要把自己和生命的整体分开。他们会区分你是你，我是我。他们会在游戏中设定各种角色各种玩的方法。他们也会把自己跟自然分开，来跟大自然去游戏和玩耍。当他们使自己与所有其他个体分离和分开的时候，他们仍保持一个内在的理解和一度曾体验与整体生命合一的这种记忆。就是小孩虽然随着他的长大和随着他去探索和游戏的过程，他的这个自我感必须得出来他这自我感出来之后，他其实就是在跟这种整体性在分离了但整体性分离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这种整体性的记忆了，他对这种万物一体的和所有生命的一体性的这种整体的记忆还会保留着，虽然他现在是分离的状态。所谓分离，它这里面指的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自我意识一旦觉醒，他就会觉得跟这个世界分离了，但是他的那种合一感仍然存在着保留着记忆的。这就是儿童为什么跟我们成人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而我们长大以后逐渐的就没有这种体验和感受了，甚至连记忆都已经消失了。
我们曾经有过的这种与万物合一的这种一体性的感觉，早已经淡忘，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记忆了。然后在那个层面，甚至疾病也被认作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啊。在哪个层面啊？就是在这种合一和整体性的这种体验当中啊，在那种层面上，疾病也会被认为生命经验的一个部分而已，不论他们可能是多么的讨厌啊，他再讨厌，他也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啊，讨厌也是需要体验的一部分。甚至在一个幼小的年纪，儿童喜悦的在他们架构内探索所有的可能觉受的一切可能性啊，痛苦和喜悦是一样的，挫折和满足也是一样的。他们的觉知始终是被好奇、诧异以及惊喜所推进的啊，这都是正常的啊，这都是儿童或者是幼儿期间他们经常会做的一些事情。他们不觉得痛苦啊和喜悦是有多么大的区别，他们只是他们不同的体验而已。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小孩拿手去摸一些他不该摸的东西，比如说热水的杯子呀，甚至有的小孩还去摸那个电源插销插座呀，甚至摸一些尖锐的物品把自己割伤等等这些事情。他们甚至有时候会摔倒会尝试各种各样的身体的感受和体验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作为家长来说，不要用成人的角度加以评判斥责。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看到一个医生的例子，就是很多的幼儿期的小男孩他会玩自己的生殖器官，很多小女孩也会把一些珠子小东西塞到自己的生殖器官里面去。他纯粹的是在探索，纯粹的是在好奇纯粹的是在研究它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大人不要在这些问题上因为他触及到的是他的生殖器官，我们大人就大惊小怪大声的斥责和呵斥。对孩子来说，研究那个部位和研究他的手和脚是一样的，它是没有任何分别的所以大人也不要大惊小怪，只是告诉他哪些是可以尝试的，哪些是没有必要尝试的。从双亲和儿医那里就是医师那里，就是儿医就是儿科医生那里，以及借由那些人对自己的不舒服做了什么，他们得到对健康和疾病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一些尝试、一些体验，比如说受伤了，那就要不要带到医生那里去打破伤风针，或者做些简单的包扎，或者发烧了，那就要去打针或者吃药。而家长和医生对他的这种状态的处理对他的这种不舒服做了什么，其实是他对疾病的第一个概念对健康和疾病的第一个概念。他会学到我这种症状我就要接受这样的处理，我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就需要被打针，需要被包扎。换句话说，有时候小孩对疾病的这种恐惧不如他去医院的恐惧。小孩见到医生的恐惧往往大于他对自己自身感受的那种恐惧。我们成人见到医生会很开心，说赶紧来帮我救治吧，给我点药吧，或者帮我治疗吧。儿童不是没有一个孩子会喜欢医院，也没有一个孩子会喜欢医生
因为从他们的本质上来说，这些打针、这些包扎、这些吃药所带给他们的感受并不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小孩第一次对健康和疾病的概念都是从父母的反应和医生的处理那里获得的。而且我们大人还经常强化他，说你要再生病我们就怎么样了，你要再不好好吃饭，或者再不好好穿衣服着凉了，我们就要带你去医生那里打针了，来吓唬孩子，想用这种方式让孩子听话。甚至在他们能看见之前，儿童已经觉察，就健康和疾病而言，父母期待他们什么，因此早期的行为模式就已经形成了，他们随之在成人期对之反应。就他们还没有看到不用看到，他们就能觉察到父母对他们是怎样的期待，期待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状态是奖励还是惩罚，是鼓励纵容还是打骂限制。这样的方式导致了什么？导致了儿童早期对健康和疾病的模式就已经形成了，而这个模式一旦形成，会被他自动的带着跟随他的一生。就算他以后长大了成人了，这种早期形成的对健康和疾病的这种行为模式和反应模式依然会存在。然后他说你可以休息一下，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但我真的加速你们自己疗愈的过程以及幸福的那些坐标。在3点26分，我回了几封信，感谢捐款给真的医院基金的人们。卡拉测了真的体温98度4，我读最后一句话给太太听。在3点44分继续赛斯资料。赛斯继续说，目前我们将谈到拥有一般良好健康的儿童，但他们也可能有一些平常的儿童疾病。赛斯说，我现在在探讨的是一般的儿童，就是一般没有疾病的儿童，一般健康的儿童。虽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打引号的儿童疾病但是赛斯说，我说的是一般的儿童。以后我们将会讨论有格外严重健康状况的那些儿童说现在我们讨论都是一般的儿童。对于一般的儿童来说，许多儿童就由他们的父母善意的错误获得了不良的健康习惯记住，父母善意的错误，父母不是故意的，但是这种确实是一种错误我们看看我们父母都是怎样犯了这样的善意的错误的。当父母实际上因孩子的病而奖赏他的时候，尤其是真的在这种例子里，生病的儿童远比平常受到纵容，给予特别的注意，给予像冰激凌这样的一种美食，宽免一些平常的家务，并以其他的方式鼓励他们将疾病的发作认作是受到特别照顾与奖赏的时刻这是一般的家庭都会这样做。孩子生病了就要吃点好的作业也可以不做，学习也可以不用上了甚至平常让他在美国很多小孩是要做家务的比如平常要做的家务也可以不用做了还可以玩游戏，还可以吃冰激凌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奖励。可是家长有没有想过你在干什么？你在奖励他生病是吗？在他生病的时候得到了这么多的优待，但是在他健康的时候却要做很多事情，要上课，要学习，要写作业，要做家务，不能吃喜欢的冰激凌，也不能玩喜欢的游戏。这是他健康的时候而生病的时候，这一切都可以这么轻松的获得。那我问你，对一个孩子来说，他是愿意生病呢，还是愿意健康的？你是在奖励他生病，还是在干嘛呢？
但是父母从善意的角度来说，孩子生病了就应该得到一些优待啊，而这样的一种善意反而导致了错误的行为模式的形成，在儿童的早期。然后赛斯说，我并不是指不应该和蔼地对待生病的儿童啊。赛斯说，我并不是说你要对生病的儿童更加的苛责，我没有这个意思，或者给予一点特别的照顾啊。他说不是说不应该给生病的儿童额外的照顾，但是我想说的是，应该为了儿童的康复奖励他，奖赏他，并且该努力的保持小孩的日常生活尽量正常。赛斯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是说让你对这些生病的孩子啊不用特殊的照顾啊，给予特殊的照顾，或者应该给予和蔼。赛斯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生病的孩子就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尽量保持他的生活正常，就是平常该干啥还干啥啊，该做家务还做家务，该上学还上学，该写作业还是写作业。这是我们正确的对待孩子的一个方法。而当他痊愈的时候，当他康复的时候，你可以去带他吃好吃的，带他去玩，加以庆祝。庆祝什么？庆祝他自己能够康复，能够复原。而这种正向的激励这种正向的行为模式的导向，会让孩子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关于疾病和健康的一个早期概念。反之，家长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模式，就是只有生病才能被照顾，好好的反而会得不到任何的奖赏。儿童往往对他们的一些病的原因是相当明了的，因为他们常常从父母那里学到生病可以为了达到一个想要结果的一种方法。他们的父母告诉他生病就有很多好处，那孩子就知道，那我可以通过生病得到这些好处。我们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正好有很多孩子的家长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很多孩子恰恰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他要考试的时候，在他要上学他不想去上的时候，让自己发烧，让自己感冒每次都屡屡奏效。那这个原因或者底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家长在孩子生病的时候给予了特殊的照顾。这种方法导致了这种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自己生病。父母往往对自己隐瞒这种行为，他们故意对自己生病的原因闭上眼睛，而这种行为变得如此的习惯，以至于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孩子知道自己为什么生病，就是不想上学，就是想吃好吃的，就是想在家玩游戏。我们成人生病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面对棘手的工作，不想解决的问题，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一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我们大人也会选择生病。还有一种是想得到自己喜欢的人的额外的关注和照顾想得到他的陪伴，也会让自己生病来看一下他爱自己到底有多深。这一切的方式，大人和孩子都是非常清楚的，只不过大人不愿意承认，大人把这件事情隐瞒起来，说我不是的，我是因为着凉了，我是因为被病毒传染了我是因为太累了。不敢承认自己为什么生病，也不敢承认自己是故意想生病。孩子不是孩子从小就知道孩子心里非常明白的知道这一点可是儿童可能对他们自己意愿自己生病相当的觉察儿童就相当的觉察，为了避免上学考试，或者害怕要来的一种家庭事件他不喜欢的一种家庭事件，害怕的讨厌的，
他都会生病。比如说一个家庭想出去参加一个他不想参加的社交活动，比如说参加一个远房亲戚的一个什么什么走访啊，或者什么的，这儿童一想就非常的无聊和无趣啊。那他的其中有一种可能性，他就会让自己生病，无法参加啊。关于避免考试上学这种事，那就太常见了啊。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学到，这种自觉是不可以接受的。什么叫自觉？就是能够觉察到自己在让自己生病。他觉得这个不应该啊，这个不应该，因为家长一旦看出他是自己为了逃避这些东西而生病的话啊，这样家长会狠狠地惩罚他们啊。家长认为只有自然而然的生病啊，才会应该得到照顾，比如说发烧啦、得流感啦、被病毒传染啦、受伤啦，这些。如果家长一旦知道这个孩子是为了逃避这些啊，逃避上学、逃避考试、逃避家庭的这些集体活动的时候而生病的话，那家长不仅不会给予奖励，还会惩罚这个儿童。所以儿童他就发现不能这样子，尤其是不能让家长知道自己为什么生病，更不能让家长知道自己让自己生的病，而且自己也可以让自己马上好起来，这个更不能让家长知道。所以说他就开始隐藏，他们开始假装无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病啊，我真的不是因为害怕考试，我真的因为不是因为怕去学校，我真的不是因为想玩游戏在家里吃好吃的才生病的啊，反倒迅速的学会告诉自己，他们仿佛毫无理由的得了一种病菌或者一种病毒，或者是伤风感冒着凉了。孩子开始欺骗他自己，他明明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病，但是在家长的这样的威逼啊，这种胁迫下，这种没有说出来的这种压力下，他不得不欺骗他自己，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了病。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昨天说分享他孩子经常为了考试逃避考试和学习生病。那我们因为他也指出了这个孩子确实是在这样做的。那结果孩子今天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不是的，就是他已经因为生病不去上学了。在以往这种事情一发生，他的病马上就好，欢蹦乱跳，能吃能喝能玩能睡的。可是这一次他不，他虽然已经不上学了，他虽然已经在家玩游戏了，可以在家享受不上学的这种快乐时光了，但是他仍然在发烧，虽然烧得不高，但是仍然在发烧，好像是37.4度这样子。他其实就想给家长看，说我不是为了逃避上课，我不是为了这个才生病的，我是真生病了。你不要再说我是因为逃避什么而生的病。你看他已经开始用这种方法再来表演再来展现，再来创造他的疾病。他创造了一个自己不是因为这个才生病，是真的生病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来证明他自己。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多么的普遍。那当这种认知一旦达成，他一旦说服了他自己，让他自己都信了，我不是因为这个才生的病，我真的是生病了，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生病了，可能是因为病毒吧，可能是因为最近的流感吧。他一旦接受了这样的一种信念和这样的一种认知的话，那他就带到成年里头是一样的，他在成年就会接受这种观念，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生病，莫名其妙的我就得病了，我也不愿意生病，我也是被动的，我其实想工作的，我不是不想工作，我其实想做事情的，我不是不想面对这些事情，但是没有办法，我真的生病了呀，我也不想这样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赛斯从一个儿童，从他成长的经历和行为模式的建立，逐渐给我们抽丝剥茧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形成对健康和疾病这样的一个非常固有的信念的，就是假装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生病。
甚至害怕的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觉察能力，觉察到自己为什么生病然后告诉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察不到，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病其实他都知道我们父母经常会促成这种行为，有些人只不过是太忙了，无法问儿童关于他自己儿童疾病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儿童一块来分析这件事情。我们经常给孩子一个阿司匹林的药让他吃了然后或者是送他上床睡觉的时候给他一瓶姜汁汽水，或者一本可以画着色的着色布就是绘本，一种涂色的绘本。这样的话会更容易因为家长太忙，没有时间去跟孩子去分析你为什么生病我们来觉察一下，是你因为什么才是导致的生病呢？这种程序不幸地剥夺了一个孩子重要的自觉和了解。孩子本来是可以有机会了解自己为什么生病的，但是你这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只是给予奖励安抚，而不去追问孩子生病的原因的话，其实就失去了一次孩子自我觉察的机会。他们开始觉得是这个或者那个不适的受害者，既然他们觉得是自己是那些不适的受害者，这个不适这里头其实是疾病的一个代名词这两个词是在英语里头是一样的不适和疾病。所以这块应该是翻译成这种疾病会更好一些他们自己会觉得自己是这些发烧感冒这些疾病的受害者既然他们浑然不觉一开始是自己引起了这个问题，于是并不明白自己拥有改变这种情况的力量。他们开始慢慢的失去了对自己引起这种疾病的觉察的注意力。当他们不认为这个病是自己引起的，他们也就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有能力让自己瞬间好转的。如果这个病是他自己引起的，那他可以完全的让他自己好转。但是如果他不认为是这样，他认为是其他的疾病导致的，那他就没有办法自己让自己好起来。所以说这就导致家长和孩子的共同作用，在善意在家长的没有时间细心照料孩子的这种多重因素的结果下，导致孩子最终认为自己对疾病无能为力。如果同时他们又因此种行为而受到奖赏因为生病而受到了奖赏，那么当然压力就变减少了他就没有什么压力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病，但是我生病就能得到好处，这不是我想生病他根本没有自我的压力了。因为如果是自己生病，他自己会有压力，他也像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一样，像我们成年人对疾病的看法一样，我也是受害者，那这种压力便会减少同时还得到了奖赏，那更轻松了更好了。因此一次生病或者健康不良的就能变得受到照顾、受宠身份以及奖赏的方法。所以说在孩子的信念里头，他会认为一次生病或者不健康或者健康不良的状态，反而可能获得额外的照顾，获得受宠的身份以及获得奖赏。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把疾病当作一种方法来运用了。觉察这些事实的父母，只借由问他们生病的理由，便可以在孩子的幼小时候帮助他们。如果我们父母发现了这些，也觉察到这些，我们只需要在他生病的时候问他理由，告诉他可以不必要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母亲可以说对他的发烧的孩子说，你不必发烧才能不上学。他说你不需要必须通过发烧才能逃避上学这件事，或者作为得到爱和照顾的方法，你都不需要，因为我不管怎样都是非常爱你的。而如果你在学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想办法一起去解决。所以你不必令自己生病，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不想上学，你说出合理的理由来，我也可以让你不上学。如果你想得到家长的额外的照顾和爱，那我想告诉你，你不需要生病，通过生命来获得，你本身就有这个。再一次的，这种行为的理由在儿童的心中往往相当的清楚再一次强调儿童非常清楚他为什么会得病所以如果当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开始这种问话和再保证，那么小孩子就会学到，虽然生病可以用来获得一个想要的结果，但还有较好、较健康的方法能达成这个目的。虽然孩子知道生病确实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也可以通过不生病得到这些。还有更好的方法，不一定非得通过生病。什么方法？就是真实正确的表达。但是这里头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父母到底是站在孩子这一边，还是站在社会和学校这一边。如果你总是站在学校和社会这一边，你跟学校和社会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孩子就不会敢，也不敢真实的表达他的想法。如果你一直站在孩子这一边，那孩子就敢于勇敢地表达他真实的想法，就跟你说，妈妈，我今天不想上学，我觉得好难受，为什么？因为怎么样，或者我今天考试怎么样，或者我没有准备好要考试，结果今天要考试了，等。这些方法都可以有解决的方法，但是孩子敢于跟你说真话，你要站在孩子这一边，从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和认可他，是很正常的。反过来说，不要用那些大的道理或者学校和社会的主流观点去压制孩子就像你没准备好也可以去考试等等这些事情不要去说。我就想问你，如果明天你要去参加一个，如果你是成人，如果你们公司明天要组织一个考试来考你是否合格或者适合你的岗位，而这个考试结果直接影响到你的薪水，而你因为各种原因，不论是家务工作什么原因，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和复习，你什么都没准备，你要面对这样决定你收入的考试，你是不是像孩子一样也会担心，也会恐惧，也会想逃避，你也想在准备好的时候再去考。这时候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没事儿，去吧妈妈，准备不好也可以迎接考试，没关系的，就当做一种练习和尝试就行了，也当做个人成长的一种历练，你能接受吗？难道你不想在自己准备好的时候去考试吗？孩子的这种诉求难道有错吗？孩子想表现得更好，想表现得更优异，这种想法难道不应该鼓励吗？如果此时你再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复习呢？你为什么把时间都用在玩游戏上呢？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已经错过了复习的时间，他已经没好好复习，他已经没准备好了。你这个时候用逼着他去考试，逼着他去丢人，逼着他仅有的那一点想上进、想求好的心碎成渣渣，让他最后不得不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学习不好的孩子，就是一个贪玩的孩子，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管理和安排自己时间的孩子。你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好了吗？孩子想考好一点，想学习的准备的充分一点再去考试，难道这个不应该鼓励吗？他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他已经很后悔了，所以他才宁愿让自己生病，也不想去参加这次考试这时候我们家长应该从正面去引导孩子，而不是批评他那些过去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说这些话。所以说，关于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教育孩子，我们可以说上3天3夜，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上，每一个具体的小事上，
指出或者给予家长良好的建议，但是这样是过于的细节了因为我也不可能在你的身边去指导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我只给家长一个最简单的、最通用的一个方法，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希望所有的家长无条件的去践行和执行这一条。那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有效。如果家长真的去践行和执行了，孩子一定会以超出你想象的方式回报给你的。那这一条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拥护你孩子的任何想法和决定。我们要从他在撒谎中看到他后面那些善意的和正面的部分，我们要从他偷懒当中看到他有积极和正向的一面，我们要从逃避考试中也能看到他有向好的这种心。我们要从那些最底层的部分支持和支撑我们的孩子，这才是一个家长应该做的事情。具体的方法你们可以去掌握，但是这个原则不要改变，也不要忘记，永远站在孩子这一边。不要因为恐惧担心说，那这样孩子学习会怎么办呀？如果孩子就是想玩游戏，我还鼓励和支持他吗？这是很多家长问的问题，难道我应该纵容他吗？所以这里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首先支持你的孩子，支持你的孩子，我再说一遍，支持你的孩子。你说这样怎么可以？这样不是纵容和放纵孩子吗？我没有说纵容和放纵孩子。你要支持你的孩子，你要看到他这种诉求的合理性，也要看到他这种合理的这种诉求的正当性。玩游戏就是那么罪大恶极吗？我们成年人不也是一直在玩游戏吗？你觉得你成年人的游戏中加上了货币这种好像是真实的这个一个代金券也好，一个金币也好的真实的东西，你的游戏就比孩子的更真实是吗？你觉得你每天去工作，每天做项目，每天创业，每天做生意，你去赚来的因为是赚钱养家糊口，你就不是在玩游戏了是吗？难道你这一生不都是在玩一个叫做大富翁的游戏吗？你这一生不是在买房买地、投资赚钱、创办公司？你难道不是在玩一个比孩子的游戏稍微复杂一些的游戏吗？玩游戏本身没有错呀，你只是认为玩游戏是不务正业，那你为什么还在玩游戏呢？你务的就是正业吗？就是因为你每个月能拿来几千块钱，拿回来几万块钱，你务的就是正业了是吗？如果我们的孩子每天玩游戏，一个月也有人给他发3万块钱，那我问你，他务的是不是正业？孩子什么都不做，就是天天玩游戏，就游戏公司给他发钱，那这就变成正业了是吗？我们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对吗？因为你担心孩子玩游戏将来挣不到钱，无法养活自己，所以你就不让他玩。因为你自己上班，虽然你不想上，你还要去上，你强迫自己去上。因为你能挣回来钱，你觉得你务的就是正业，你甚至压抑自己，委屈自己，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你反而认为自己是做的对，反而认为孩子是做的错了吗？孩子至少是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啊。而你呢？你为了五斗米折腰，你还想把这个观点去教给孩子是吗？你这辈子已经为了金钱啊跪在那里了，你已经直不起腰来了，你已经被社会啊被这种现实打败了，你还想把这种失败者的心态传递给你的孩子是吗？你还不能鼓励孩子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是吗？就是因为你能挣钱，孩子不能挣钱是吗？很多人可能根本不认同我的观点和理论，他认为孩子就应该管教，孩子就应该约束，孩子就应该走向正路，好好学习，不应该玩游戏。那我想能告诉你一个事实吗？我们今天用的所有的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我们今天用的很多的核心的算法，比如说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安卓系统还有其他的很多系统，他们的这个祖父包括现在仍然在用的很多大型机仍然还在用的那个 Unix 系统，你知道 Unix 系统是怎么开发出来的吗？就是因为两个程序员，他们想开发一种叫做类似于太空对战的游戏，就两个小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打来打去非常幼稚的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想开发这样的一个图形游戏现在想想多么的幼稚和可笑，让你玩你都不会玩，可是在当时没有，他们就想看看计算机能不能用来设计一个玩游戏的场景，让两个已经成年的工程师，计算机的高手，结果他们为了设计这个游戏，为了实现这个游戏，他们必须得开发一套操作系统来操作这个计算机，最后游戏也做成了，这个操作系统也写成了，这个操作系统就是最早的 Unix。 我们后面的来的 Linux， 包括后面的很多操作系统都借鉴了这个最早期的操作系统的很多很多的灵感和发明。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爱玩的贪玩的程序员，可能也没有 Unix 的诞生。我举这个例子想告诉大家，想告诉那些家长们，真的要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为。我只希望你们做对一件事，就是在不论什么情况下都坚定地站在自己孩子这一边，支持他，鼓励他，告诉他不论怎样，作为父母都是爱你的，支持你的，不论你想上学还是不想上学，不论你是想玩游戏还是不想玩游戏，不论你想吃什么好东西，你都不需要借助生病这件事情来达成它，你只需要真实的表达你自己，我们一起来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更不要在他生病的时候给予额外的照顾和奖励，在他健康的时候逼他学习，逼他干这个，逼他干那个。你想想，作为一个最小的幼小的心灵，他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模式最终就会导致他认为疾病是不知怎么就来到身边的，自己对他无能为力。好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讲健康，并不是讲育儿的这个话题很不幸，有些父母以最不好的方式用到暗示的本质他在用暗示的这个方法这是很不幸的以致一个孩子常常被告以他的是体弱多病的因为父母说你这孩子天生体质就不好，从小就体弱多病，或者是你本身就是爱过敏的爱敏感的，有很多欧美的小孩特别敏感不是那种过敏体质对什么都敏感对什么都过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父母在暗示他
其实的有时候过敏只是为了想达到某种目的，但是家长的过度强调说你就是爱过敏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就是过敏体质你对这个那个都过敏好了，那以后他真的就是一个过敏体质的孩子了然后很多父母就是因为小时候为了逃避这个逃避那个，小孩经常生病，大人也没有问他原因，大人就主观的认定我家的孩子就是体弱多病，就是比别的孩子要弱一些告诉自己的孩子不像其他小孩那样强壮。如果那种行为继续下去，那么孩子很快将会如此就会将此种说法当真，而开始实行什么？真的他就是体弱多病，真的就是一个容易过敏的体质，直到他们真的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变得太真实了。太真实就是真的他们体弱多病了，真的是一个易感体质了。这样我们的家长如愿以偿了，他们口中的那个小孩真的如他们所愿那样。我们多少家长在不知不觉中在犯着这么严重的错误？你根本就没有问孩子为什么生病，生病的原因是什么，你把它归结为你孩子的体弱多病。你有真正了解过吗？问过孩子为什么会生病吗？好了，这部分的这一节就结束了。他说此节结束，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他说赛斯晚安赛斯午安。4点13分，为了不知什么理由，我没有把此节课读给真听，他仍然不舒服，所以我比平常早一些的帮他侧翻着。大约9点25分，他在卡拉的帮助下打来电话。当我正在打此节内容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好些了。那我们接着看下一节所以说上面这一节对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家长非常非常重要家长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病的儿童是怎么来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行为模式和信念都非常重要1984年5月14日星期一下午4点30分，今天冷得多，而且是有雨。当我到达330房间的时候，真又仰躺着了。不过由于湿度非常高，风扇有时仍然要开着，虽然温度不高，但湿度高现在真的生日和母亲节，按照赛斯说促成他不适的这个因素都已经过了，他仿佛好过了一点。现在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赛斯来了，我们将继续口授非常久的停顿，记住赛斯在每次叙述的时候都要经过非常长的一个停顿的过程当然良好的健康是一个与家庭关于身体的信念密切相连的就是一个良好的健康需要一个家庭对健康的信念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如果这个家庭对健康的信念是不正确的，那这个人想获得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也比较难我们称之为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如果父母相信身体不知怎的是精神的一个较差的工具，或如果他们只是身体为不可靠的，或者软弱的，或者脆弱的，那么孩子将在幼小的时候开始认为健康良好是非常难得和稀有的，而学会将沮丧、缺乏精神以及身体的病痛疼痛视为一个自然的正常的生命情况他如果一个家庭整体的家庭整体认知就是认为健康是非常少有的，大部分人都会得病身体是脆弱的，生命也是脆弱的人吃五谷杂粮怎能不生病等等，这些观点就会导致这个家庭里的孩子也会如他们家长所说的那样，视健康为少有和稀有的状况，视生病和不适和身体不舒服和疼痛是一个正常现象这种信念他从小就获得了，而且很难改变。说相反，如果在另一个方面来说，父母视身体为一个健康的、可靠的表达的和感受的工具，那么他们的孩子将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身体
双亲对彼此以及对他们的孩子表现一种喜爱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他说出了核心，双亲就是父母双方彼此要有非常好的情感，然后他们对孩子也要表现出非常喜爱的情感，就是他一定要爱自己的孩子，他们彼此要相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因此不需要诉诸生病而得到关注，或者考验父母的爱和奉献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孩子就不需要把生病当作来博得父母的关注，博得父母的爱，来考验父母是不是爱自己变成这样的一种方法了。这样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说，幸福美满和睦的家庭，有爱的家庭，对孩子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儿童并没有自然的理由对身体的任何部分感到羞耻儿童是没有任何自然的理由的对任何部分感到羞耻的。没有一个身体的部分应该被以秘密的悄悄的声调来谈论。它指的是我们父母经常谈到孩子的一些生殖器或者是身体的敏感部位的时候，我们家长都羞于来谈，或者是以非常低的声音或者悄悄的方式来告诉孩子，这个部分很重要，很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赛斯说完全没有必要你就大大方方的去谈就好了。你越是这样非常敏感的、小心翼翼的、秘密的、悄悄的对孩子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可是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告以他们的身体是个珍贵的私人所有物，因此很容易建立起对身体私密性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感觉，而没有任何羞耻和罪恶的暗示。这是孩子最早期接受性教育的时候，家长应该给予的一种信念。首先，你的身体不仅是你的性器官或者是敏感部位应该得到保护和尊重，不是因为它们特殊，而是因为你整个身体都应该是如此的珍贵和私有，不仅仅是某些部位，你整个身体都是这样。而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能够让孩子形成一种比较正向的满意的私密的这种感觉，就自己的身体是私密的，而不是某一些部位是私密的，某些部位无所谓的。这样的教育不会让孩子对身体的某些部位产生羞耻感和罪恶感，也不会让孩子因为某些部位产生的特殊的感觉和感受产生羞耻感和罪恶感。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正确的学习这一段，在孩子的早期性教育当中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这里面我想大家都应该从中间学会如何对孩子进行早期的这种教育。不用说，父母该同等喜爱他们的男孩和女孩的身体对男孩和女孩应该一样，一视同仁。因此没有一个不如另一个的想法不是说男孩不如女孩或者女孩不如男孩。每个孩子都应该尽早的被他们的父母教育，以使小孩一再的被提醒身体自然的资源和疗愈的能力。父母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你的身体是可以自我疗愈的，你的身体可以自我复原的，你的身体的能力是如此的强大。你可以通过一念让自己生病，也可以通过一念的改变让自己康复和复原。父母对孩子应该以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让他们正确的认识到自己身体的强大和神奇的地方。
而千万不要告诉他你还小，你的身体很脆弱，你容易生病，你要照顾好自己，你比成年人更容易得病，等等等等，这些负面的不正确的信念，就不要再对孩子进行任何的说。停顿良久，他说真的相当的担心他们的孩子对疾病敏感的父母常常过分热心，强调所有种类的运动及运动相关的节目。就是有些孩子有些父母担心孩子对某种疾病的过于敏感那怎么办呢？为了强壮身体他就过分热心的强调要各种运动以及和运动相关的节目了。还叫运动才能不得病。但是孩子们感受到了他们父母没有言明的这种恐惧。父母虽然没有说，但是对身体是恐惧的。恐惧身体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得病恐惧身体如果不运动就不够保持在优良的状态。恐惧我们的身体就像奴隶一样，需要每天给他锻炼锻炼，拉出来练习练习操练操练早上晚上操练一番，你的身体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否则他就不能保持在良好状态。如果不管他，他就一直在退化，他在削弱。难道你的身体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好的吗？如果每天早上跑5公里对你的身体是最好的，你的身体自然会让你早上起来去跑5圈。如果不是的话，你的身体不会这样做的。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就像你不吃东西，你的身体会抗拒，你的身体会抗议，你的身体会叫唤说我要吃东西，让你不得不去寻找食物填饱你的肚子一样。这是你健康所需的。而每天早上跑5圈不是你健康所需的，是你认为你所需要的。而你的底层不是因为你喜欢跑这5圈，是因为你怕你不跑这5圈，你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你的底层是恐惧的，你不是因为热爱跑步而才去跑步，你是怕得病才去跑步的。这种底层的恐惧不仅让跑步的益处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这种底层的恐惧会让那些天天跑步的人更容易生出一些他们不想要的疾病来。我们经常说怕什么来什么。而相反，那些心安理得不运动的，心安理得不跑步的人反而会更健康，活得更长久。因为他们打底层就相信，他们就算什么也不做，他们的身体也是健康的，他们的状态也是最好的。他们认为早上睡一个懒觉比什么样的运动对身体都有好处。我们不要再去相信所谓科学的测验评比，锻炼的人比不锻炼的人长寿，锻炼人比不锻炼身体健康等等，那些只是说给那些想锻炼的人听的。没有一个坚持锻炼的人经常爱运动的人活到过100多岁。你去采访那些100岁老人，活到110岁、120岁的老人，你去仔细去探访、去访问他们，有哪一个从小是坚持锻炼的？不要再被那些所谓的科学、健身的这些概念所蒙蔽、所影响了。如果你真的热爱运动，一运动你浑身的每个细胞都愉悦，你的肾上腺素就飙升，那你就去运动，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有的人天生就是爱运动，他不是因为怕不健康才去运动的。而又有多少人去练习瑜伽、练习晨跑、去健身房，是怕自己不健康呢？是害怕自己身体不能处在一个良好的机能呢？
所以这里头他就指出孩子从小被父母就被灌输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说只有每天好好运动，你的身体才会强壮而孩子就不得不试着借由在运动时的目标项目里达成高目标或者成绩，来使自己的父母放心。然后赛斯接着说，没有一个区域的思想或者信念没有在某些方面触及健康的主题。反过来说，就是我们任何的思维和信念都在某些方面触及到了跟概念、跟健康有关的主题。也就是说，看似在整本书里头，我们将讨论许多一开始仿佛跟健康不相关的一些概念，其实它们都与健康相关。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念或多或少的都会跟我们的健康这个主题有关，只是有的多，有的少，有的触及到这一方面，有的触及到了另外一方面。然后他说口授结束，结果他又接着再次说，他说再一次的提醒鲁伯对他身体的想法，以及及其与他的性和健康的关系就是要提醒鲁伯关于性和健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好的主意。其实这里头有些话是非常不适合公开讲的，但是呢，赛斯还是不忘了提醒鲁伯，关于性的这个观念和信念和他的健康也有莫大的关系。其实真是一个不喜欢自己女性身体的，她也不爱自己的身体，她对性也没有什么兴趣甚至有点讨厌作为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存在。而赛斯告诉罗，让他提醒真，他对自己的身体和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信念，对他的健康也是有不好的影响的。他说这会帮助他发现帮助鲁伯发现他对身体不信任的原因他为什么对身体不信任因为性这个事情变成其中一个关键一环，或者是一个导火索关于这个话题他这里没有展开讲，我们也就不展开讲了，因为在私人课里头他会讲很多相关的话题因此当他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之后，他就能开始对身体的可靠性，对身体足智多谋与有力的疗愈能力有一个新的感受。他就相信自己的身体非常可靠，足智多谋，而且非常有力的可以疗愈他自己。今天下午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但再次的我真的加速你们自己的疗愈能力，并加快你们自己幸福和安全感的那些坐标。然后他们说谢谢你。3点55分我读此节给真听，当他在传述的时候被医院职员打断了2次。我应该注明，在今天上课前他读昨天的课读得非常好，快而容易。所以这部分就是赛斯资料健康之道第7章的第1部分的内容。那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